我现在自己开电动车，我还发现有时候会觉得蛮不太适应，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换，太单纯了，太单纯了，就觉得特尔电力，然后 EVOSIS， 然后还有那个华晨哦，还有那个台泥，台泥现在也有，台泥也有，一年假定我跑48000公里，用电车大概就可以省下大概。不少哎，然后如果再加上牌照税、燃料税、哈不啷的其他保养，大概就可以一年省。从冲高压再往下低压走，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到8成，一般是在20到40分钟，会看充电站的那个效率。是电码里面它有一个就是用电量的那个比例分配嘛哈。晚上去那个充电站的时候，你就遇到不同品牌哦，大家互相交流，会变成是晚上深夜你就会叫深夜充电趴哦，我觉得蛮有趣的，类似车距，对，变车距，迷你的车距。欢迎收看博士解说。今天有一位车友，他也是开福特，而且是福特的电马。我们来先邀请他一下。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博士哥好，大家好，我是贤哥。贤哥对不对？对，贤哥本身也有一台酷咖。对，我有一台酷咖，这是 ST Line， 是250匹AWD 的那个版本。所以你现在同时有油车跟电车？对，我两台都有。所以刚好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电车是不是真的比较省？好啊，好啊，没有问题。刚好贤哥现在要这个充电。对。那我们先给大家示范一下，好，是怎么充电？好，那因为刚好我今天就是到那个福林的充电站是特尔电力的，特尔电力每一个充电站的部分它有自己的 APP 嘛，像我现在就有4个 APP， 我太难了。特尔电力，然后 EVOSIS， 然后还有那个华晨哦，还有那个台泥，台泥现在也有，台泥也有，对，没办法吧，因为全台湾的充电站还蛮多，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来进行扫码充电。那快充跟慢充，您平常比较常充哪一个？哦，如果以真正的时间哈，大部分我慢充的比例还蛮高的哦，对，因为我大部分都家用，那我家里有2套，一个是3度电，一个是7度电的哦，对啊，7度电的话40电机的哦，40的，对，好 QR code CCS2 啊，一般费率呢？哦，费率哈，外面例如说目前 EVOSIS 啊 ，Tail 电力或 U-Power， 它看有些站别不一样，那均价是大概从6块到10块不等。这是慢充还是快充？这个是快充。那慢充的话，在家用电，上次我跟博士哥有报告，我自己统计家用电大概4.4块钱，一度电4.4块钱，然后一般的其他外面的话是大概是6块到10块不等。那有时候有特价的时候就特价这样。是，除非急，不然平常就是在家里充慢充。对，放一整晚嘛。对啊，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其实大部分都已经都差不多了，对，充好了。这个是 CCS2 嘛，对不对？对，这是 CCS2 的。那电码的部分它是 CCS2 的规格。哦，然后慢充就JE772。对，其实一般真的是在20分钟之内，其实它充电的效率还蛮快的因为这一台车的电码的规格是150 kW 哦，所以它在150 kW 充的话，应该是20分钟里面充得到。是，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它那个充电的话，它有那个 mapping， 它有那个就是从冲高压再往下低压走，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到8成，一般是在20到40分钟，会看充电站的那个效率是跟它好像在软体里面对写的一些那个 mapping， 然后它那个通常80以后就会慢慢降速哦，它会降很快，就降很快。对啊，等一下说不定还可以看一下，就是为了保护电池，应该是因为它就是避免说到后面那个电池会过热，所以它其实充电超过80%会下降。是这一家公司特尔电力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的刚刚车子早上开过来是43%，它现在就是开始在充哈。对。那好奇边充电，我们可以边坐在车内用里面的软体吗？可以。其实吹冷气啦，或者是你听音乐啦，其实在里面它可以同时作业，也不会影响。车子也允许这个部分，也允许。对，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故障或其他的。那我好奇，油车跟电车，我们来分享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比较省？哦，我那一天统计嘛，汽油车的话，1公里的成本大概要像我酷卡大概2.6块油钱，2.6块，然后电车是1.16块，所以一公里就差1.44块，然后算起来的话，一年我如果就是同样的，我一年如果像我一年都跑很多嘛，对，一年假定我跑48000公里，用电车大概就可以省下大概69000多，不少哎。然后如果再加上牌照税、燃料税、哈不啷的其他保养，大概就可以一年省11万，哇，也可以省蛮多。而且像油车，你的酷卡本身你回去保养一次可能要5、6千，5、6千，对不对？这台保养呢？这台保养的话，大概第一次保养是大概号称是4万公里才会回去啦。那我估计你什么其他的耗也不用换什么嘛，就顶多也没有油啊。对啊，可能就是冷却水、检查刹车油，那5、6千块，那些基本的而已。对，所以其实还蛮省钱。所以是真的差很多。那我好奇，你本身有一台酷卡，为什么还要想要再买一台电车？
因为我自己就是从我的小摩托车也是电动机车 E-Ready 哦，然后我自己有一台电动重机是意大利的 Energica， 所以其实我对于电动车的这个部分其实也蛮有兴趣的。哦，那当时也是买这台车，是因为那时候本来要考虑在自己家里要再买一台电动车，那时候有考虑 Model Y 啊，那后来Model Y 卖很好，卖得很好。那后来 Model Y 后来就是这个电马也有消息出来，所以我就决定说订一台电马，而且是订 GT 的版本啊。那主要是说，因为那个我从那个小摩托车跟重机喜欢它的那个电动车的那个加速感，然后它重心也很低啊，开起来也很舒服。哦，对，所以其实比想象中要来的刺激很多。那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2024大改款 Apple Car UFO 正式上市咯，支援 HDMI， 可连家中电视看 YT、Netflix 等。7色调256色彩变化夜光呼吸灯，支援双屏易显功能，各式机型皆为脖子车友优惠价，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哦，对了，凡购买皆附发票加原厂保固哟。这个按钮解锁还不错，对，还蛮有质感。电马里面它有一个就是用电量的那个比例分配嘛，哈。此次旅程是我今天早上就是刚好来到福林充电站的，因为今天从桃园开到这边是62公里。那62公里之后呢，可以看到右边是我目前的总行驶时间是1个小时又50分钟嘛，哈。那右上角这个地方是目前是1度电可以跑4.8公里。那它这边例如说可以看到它用电状况是12%做空调，因为今天比较冷10度而已啊，比较冷，所以后来我有做那个电热加温啊，让车子里面比较暖。那用的电量是12来做空调，70%做行驶。对，那5%的话配件可能就是像这些娱乐设备。那车外温度的部分，它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是做那个温控的一些调整。是，所以它也可以看到它说，驾驶习惯啊，加速减速的用电量的分配啊，其实还蛮厉害。那比较特别的是，如果我们来看，这是此次哈，对，这此次。那旅程电脑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因为我之前我大概每1-2千公里会把资料清一下。那最近的1166公里里面的话，哈，那用电量是4.8。等于说1度电可以跑4.8，那我自己也有时候会去开山道哈，小配一下。所以其实如果我包含那个小配，还有包含这样市区这样来开，我觉得4.8接近5，其实还蛮 OK 的。那等于说1度电跑5公里嘛。对。那1度电大概如果说我们刚才讲都在用加充，假定4块钱，公里差不多1块钱。差不多。对。所以其实这样其实还蛮省钱的。相对油来说，真的有省哈。哦，有。那因为那个汽油车大概是库卡大概1公里要2.6块。对。那这台车刚刚讲快充再加慢充，大概1.16块。对，所以其实还蛮省钱。那我比较好奇，像电池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那电池在冷天跟热天会有差吗？有，那个之前就是我在前阵子不是台湾有没有寒流嘛？对啊，很冷。寒流的时候哈，它大概会这样。我自己的实际上使用的里程的感觉，它会减少15%到20%。电池它的化学能的反应，它在低温状况之下活性会下降，所以它会自动的把那个电池整组会做加温。那加温之后它一定要耗电，所以其实在冬季使用的时候会比一般夏季使用的时候大概多10%到20%的耗电量。所以以目前台湾来说，贤哥你觉得充电站算普及吗？以目前我那时候看的数据是台湾的充电站，台湾的一般的加油站我记得是2000多座了。台湾的加油站目前的充电站大概的站数包含快充跟慢充大概也是2000多。像我现在开车出门没有什么里程焦虑，像加油站啊或者加油站有些有配快充。对，那高速公路休息站也有快充，不同品牌下个 APP 就可能也会有人讲说，那个贤哥你车子如果停在那个充电站需要20分钟40分钟，你会不会时间很久？例如说我们如果今天跟脖子哥我们一起到南部去，请问南部去我们开到一半也要去休息站休息啊，就当做喝个茶配个饮料上个厕所20分钟也充了8成，所以其实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里程焦虑的问题。像其实汽车反而是就把它当油车来开，倒还好，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我认为还好，充电站数也还在持续增多嘛。那可能大家就是担心说那个随时会有满载，但是老实说，我从买车买到现在还没遇过，没有啦，这个每次去都买有位置，哪有说不够用的问题？那太多可以选择了。所以即使假设是准电动车的车主，他家里因为可能有一些公寓是没办法装加充的，对，那贤哥您觉得方便吗？
那个现在就是之前跟其他的车友在聊，就是说现在的公寓大楼管理办法里面，只要提出申请，理论上啦，应该是管委会是不应该也不能反对啦，依照法令。但现在比较例如说住在公寓比较麻烦，是因为它线路要重配，它可能要跟台电申请线材重拉，它可能有一些固定成本，所以比较辛苦。但基本上其实用快充也很 OK 啊，所以车子从来没有说就是你快充会真的会损耗到寿命，倒也不会。快充但也方便。那现在反而我觉得之前遇到车友反而更有趣，有时候我们去晚上去那个充电站的时候，你就遇到不同品牌哦，大家互相交流，会变成是晚上深夜，你就会叫深夜充电趴哦。我觉得蛮有趣的，类似车具，对，变车具，迷你的车具，所以其实想想还蛮有趣的，这也是。可能是因为电动车时代带来另外一种可能交易的方式。我那时候有一次我们去高雄，晚上我就想说我就去跟他讲价，他住饭店嘛，就去充电。后来就遇到，例如说可能这样Hyundai啦、Kia 的车子，然后他就会聊，我说他们现在这车友都晚上11、12点就约出来喝个咖啡，大家在聊天，其实也不错哈，也不错呢，变成一个小迷你小 party，那很有趣，小车具这样子。对 ，OK， 那今天感谢我们贤哥跟我们分享这个油车 VS 电车，确实电车真的省了不少哈。真的，光油车的零件林林总总，对不对？对啊，其实电动车其实零件，应该只有燃油汽车的一半。那另外一点，当然燃油汽车它零件多嘛，对。那例如说，可能10几年后、20年后到一定的里程，它就会开始换很多零件。那其实我现在自己开电动车，我还发现有时候会觉得蛮不太适应，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换，太单纯了，太单纯了，就觉得好像只要换那个什么那个齿轮油，然后可能润滑、来鳞片检查，对，来鳞片检查。像我这台车一交车的时候，那个福特经销商跟我讲，贤哥，你下一次第一次保养4万公里，他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对啊，我就想说哇，我刚好是一年才做基础保养一次，就这样子，对，也很有趣。今天感谢我们贤哥，谢谢。记得订阅YouTube 频道，那我们下部片见，拜拜，拜拜。